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很多朋友总有浑身无力、舌苔厚重，还容易长胖的情况。其实这可能是身体湿气太重了。那俗话说百病从湿起，所以一定要及时祛湿。今天木子给大家推荐一个方法。首先找到大椎穴，大椎穴就在脖子后面第7颈椎棘突下凹陷处。大椎穴是督脉上的腧穴，找到之后可以低头，双手交叉放在脖子上，然后用我们的大拇指按揉颈椎穴，直到这里微微发热为止。每次可以按摩3到5分钟。这样按摩大椎穴不仅可以缓解颈椎疼痛，还能帮助排出湿气，让身体更轻松。那如果不想体内湿气重，就要养成良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，少吃寒凉的食物，避免熬夜，没事多运动锻炼。最好呢是有氧运动，也可以用食疗的方法，多喝点红豆薏米芡实水，能很好的健脾祛湿、利湿消肿，帮助排出体内。人经常感觉自己头晕目眩，尤其呢是早上比较明显，这可能是大脑供血不足了，时间长了可能会导致脑梗出现。那该怎么改善呢？可以常用2物泡水喝。1. 山楂，山楂是很受欢迎的一种食物，山楂酸酸甜甜的，有很好的开胃消食的作用。那山楂中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黄酮类物质以及3萜酸，具有软化血管、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，所以经常用山楂干泡水喝，能够帮助疏通血管，预防脑梗。2. 葛根，葛根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，葛根对女性呢很有好处，能够美容养颜、延缓衰老。除此之外，葛根含有黄酮类物质和葛根素，能够扩张血管，增强血管的弹性，还能够改善微循环。经常用它泡水喝，也能够帮助养护血管健康，让脑梗不敢打扰你。那年纪大了，血管就会大不如从前，所以呢要多注意保养。除了用食疗的方法，平时呢还要坚持运动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及饮食习惯，这样血管也能够保持。脑供血不足大多呢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，经常会有头晕头痛的情况，严重的可能会引起脑梗。那下面教大家2招可以帮助打通血管，预防脑梗。方法1，做手指操，伸出我们的双手。左右手拇指相互握住，然后手掌同时的张开握紧，这样反复做3到5分钟。这样做手指操也有助疏通血管，保护大脑，改善脑供血不足的情况。经常的做一做，能够帮助预防脑梗。方法2，合理的饮食。脑供血不足的人应该多吃一些通血管的食物，比如黑木耳、山楂、燕麦等等。这些食物含有很多营养，经常吃能软化血管，降低血液粘稠度，对保护血管有帮助，也能够帮助预防脑梗的发生哦。脑供血不足的人平时要保持足够的睡眠时间，有一个良好的心态，经常运动，这样对血管健康才有帮助。脑供血不足在中老年人中很常见，像头晕头痛、记忆力减退、失眠等都可能是脑供血不足了。那有什么好办法能够缓解呢？下面木子就教大家一招。首先，我们自然的站立，两脚分开和肩膀同宽，然后双手各拿一个重点的东西，举起来放在颈部，然后双手向上举起，再放在脑袋后面，最后回到原位，这样反复练习100下。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锻炼手臂的肌肉，对改善脑供血不足有很大帮助。那大家可以每天练习2次哦。脑供血不足还可以做一些缓慢的运动，比如散步慢跑太极拳等。还可以喝点苦荞茶、山楂干，有助疏通血管，预防脑供血不足。脑供血不足在中老年人中很常见，而且现在也越来越趋于年轻化。那经常会有记忆力减退、失眠、耳鸣、头晕头痛等症状，严重影响生活质量。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，可以改善脑供血不足。这个方法就是梳头。梳头的方法很简单，可以用自己家的梳子，也可以用手指梳，从前额开始，一直梳到脑袋后面。梳头的时候可以用手指按摩头皮，每次梳100下，每天可以多梳几次。这样梳头可以促进头部的血液循环，疏通经络气血，能帮助改善脑供血不足，防止大脑老化。每天做一做，对身体健康有益。
中老年朋友平时还可以多喝点养生茶，比如苦荞茶、蒲公英根茶等，对疏通血管、预防心脑血管。话说千寒易除，一湿难去，可见湿气是多么难缠。如果体内湿气过重，也会影响身体健康。下面教大家一个祛湿方法。在我们腿上有个祛湿穴，阴陵泉穴，它是足太阴脾经的合穴，在小腿内侧胫骨内侧下边和边缘之间的凹陷处。按摩时可以用拇指按揉，感觉有酸痛感，每次按摩5分钟，可以呢早晚按一次。阴陵泉穴有通经活络、健脾理气、祛湿化痰的作用。坚持按摩可以帮助排出体内多余湿气，身体也会变得更加轻松哦。想要祛湿效果好，大家呢还可以配合着食疗的方法吃一些祛湿的食物，比如红豆薏米、冬瓜、玉米等，还要远离辛辣刺激、油腻的食物，这样对去除湿气有帮助哦。俗话说经络不通百病生，我们身上有很多条经络，而臀部上也有很多的穴位和经络，那这里呀也容易堵塞，尤其呢女性朋友，若是臀部堵了，很可能会出现妇科问题，所以要及时疏通。那大家可以用拍打的方法，用手掌拍打就行，每天拍打5到10分钟，力度不用太大，感觉发热为止。拍打臀部能促进血液循环，疏通经络，提高身体新陈代谢，有利于体内废物的排出。不仅可以减少痛经和月经不调的情况，还能够减少肥肉，让臀部更有型。大家可以坚持做一做。女人如果想要远离妇科问题，平时要注意卫生，多运动，饮食也要注意，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。没事呢，可以喝点蒲公英根茶、桂圆红枣茶等，有利于身体健康。大家都知道，现在呀，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主要的传播途径呢是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。那么有的人就会担心了，在家收外卖或者是快递会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吗？其实呢，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，但是也不是没有可能哦。所以大家要做好一些预防措施才行。第一个，如果是小区门口收快递，大家呢应该戴好口罩，最好呢手套也戴上，避免到人多的地方。拿到家之后，把快递包装呢扔掉，然后再用消毒液擦拭消毒，及时的进行洗手。第二如果是在家收快递和外卖的话，要避免和送货的人员接触，最好呢也戴上口罩。那收到之后，及时的去除外卖快递外面的包装，直接的扔掉，然后再用消毒液进行消毒，洗手也是非常必要的哦。那上面的这些，如果你都能够做到的话，那么被感染的几率就会非常的小哦。话说得好，早餐要吃好，午餐要吃饱，晚餐要吃少。但是很多人恰恰相反，一到了晚上就大吃大喝，长期这样遭殃的可是自己的身体。大家晚餐呢要少碰3种食物，不然伤肝伤胃，毁睡眠，有损寿命。第一种，辛辣刺激食物。那很多人到了晚上喜欢吃麻辣烫、烧烤、麻辣火锅等，这些辛辣刺激的食物不仅会刺激肠胃，对肠胃健康不利，也容易影响睡眠质量，有损血管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第二种，油腻的食物。油腻的食物也包括油炸食物，这样的食物也是人们晚餐的首选。但是油腻的食物含有很多的油脂和胆固醇，如果晚上吃多了，很容易加重肠胃以及肝脏的负担，给肠胃和肝脏造成损伤，同时呢也会影响睡眠，所以要拒绝才行。第3种，酒类。那很多人晚上应酬多，经常会喝点酒，但是大家呢都知道，喝酒对肝脏和肾脏伤害很大，而且现在天气热，都喜欢喝凉啤酒，这样呢也会损伤肠胃，对睡眠也有影响，所以酒类要少碰。那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喝点茶，比如菊花茶、蒲公英根茶等，对身体健康有利。由于现在生活节奏快，很多人一日3餐都被搞乱了，尤其呢是晚餐，很多人呢糊弄糊弄就过去了。其实晚餐是非常重要的，如果晚餐吃不好的话，很容易影响寿命。吃晚餐有3个雷区，希望大家呢不要踩。第一个，晚餐吃得太晚。很多人由于工作忙，晚餐吃得很晚，并且吃完就睡觉了。其实这样很容易给肠胃增加负担，还容易影响睡眠质量。那么最好吃晚餐的时间是在晚上6点到7点。第二个，晚餐吃剩菜。
有的人为了省时省力，经常的吃一些中午剩下的饭菜，剩菜剩饭容易增加亚硝酸盐的含量，对健康也是没有好处的。第3个，不吃晚餐。对于经常不吃晚餐的人来说，很容易伤害到胃黏膜，引发各种胃部疾病，所以吃晚餐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上面的这3个雷区，为了健康着想，希望大家不要踩。最后呢，提醒一下，如果是经常失眠的话，建议大家可以喝点桂圆红枣茶或者洛神花茶，能帮助很好的促进睡眠哦。不管怎样，想要身体健康长寿的话，那么就要重视起来。大家如果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或者是建议，可以给木子留言哦。拜拜。